Hello， 我是小王。我们来聊乌兹别克，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很迷人啊，介于伊朗土库曼和阿富汗之间，中亚内陆的乌兹别克，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极为陌生的国度，是不是啊？不要说乌兹别克，整个中亚国家都是啊。但这些地方却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喜欢挑战冷门的国家。我从以前就超想要来这一些地方。那乌兹别克世界上唯二的双重内陆国，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直到1991年正式的独立出来。所以人口的混血也造就了许多美女跟帅哥哦，他们都有深邃的这个轮廓、迷人的眼睛。阿里巴巴大战40大盗的发源地在乌兹别克。回忆小时候，阿拉丁神灯、阿里巴巴和40大盗天方夜谭。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阿里巴巴与40大盗喽。就算到了这把年纪啊，仍然会时不时的就想起芝麻开门这个通关密语。让我们来看看乌兹别克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发源地。传说中的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神秘故事场景发生在这座古城乌兹别克布哈拉。布哈拉是全球最艳丽的古城。布哈拉是乌兹别克的第3大城，有20万的居民啊。整座古城呢，已经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城里包有上千座的清真寺与宗教学校。布哈拉意思是啥？是快乐的地方。布哈拉从9世纪起就是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神学研究中心，到处都是波斯式的青色与蓝色屋顶的建筑。布哈拉建于西元前1世纪，这边很多的巴士都是2手的。这个司机呢，现在呢，打档打不进呢，所以我觉得很好玩，我就把它拍了下来啊。来到这种老城乌兹别克，这种神秘的地方你非来不可哦！你一定要来，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有时间，你一定要拨空前来。虽然过程不是豪华享受，但是心灵绝对是豪华的享受而且更要品尝当地的小吃。5 kimoçuk gitti. 桌上有个小玩偶，老人小玩偶是阿凡提传说阿凡提本人出生在乌兹别克的布哈拉那阿凡提呢，在中亚在西亚是传说中的典型人物。今天呢，沿路呢，我们就走上城堡。那这个旁边的屋宇中有很多的弓箭衣服茶具等等展览这边也住了许多属于波斯语系的塔吉克人那同样有着2500年的城市历史那久到第10世纪的为波斯人所建立的萨满王朝的首都13世纪的时候被成吉思汗所攻下，但是呢，成吉思汗并未如同在萨马尔罕灭城而且你知道吗？你会看到阿凡提的形象呢，是头戴一顶花帽，背朝前，脸朝后，骑着一头小毛驴。然后呢，当成吉思汗来到乌兹别克的布哈拉，丝绸之路西端的穆斯林世界布哈拉，
它既非首都，也非主要的商业城市，但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它呢占据了崇高的情感地位，被视为了高贵的布哈拉，因为具有所有伊斯兰教徒带来的荣耀与欢愉的称号而知名于世。该城呢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地，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这里才是中亚的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啊。正是因为它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尊崇啊，当年的成吉思汗才弃距离近的萨马尔罕不攻啊，反倒绕路西进，先攻布哈拉。简单的来说啦，成吉思汗就是先打周边的小地方，烧杀掳掠后呢，然后将大部分的难民呢驱向布哈拉。这些逃跑的人被围城红路抓到呢，就处死。那消息进一步传入这个城内呢，逃跑的人也得死啊。那投降呢是唯一的选择，你知道吗？如果你研读历史，你会知道成吉思汗到一个城镇呢，一定把所有的人都杀了，俗称叫做灭城。而且每当战争结束、确保胜利时，成吉思汗呢从不进城，而是回到后方的营地之中。剩余的任务呢，都是由蒙古勇士去完成的。然而有一座城市例外，在全城投降之后，成吉思汗率领部队进入该城，就是布哈拉城啊。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осите специи, вкладывают мечи. Это много долго. И среди всех ремесел кузнецы считаются номер один,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делают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для агрокультуры.你讲一下，第8代传人。这家德啊，家德也在这个第8代啊，那你们就真来。周团的。布哈拉城的米尔阿拉伯神学院呢，建于1530年到1536年，距今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当时米尔阿拉伯神学院是中亚唯一一所伊斯兰神学院，大门口呢类似马赛克的风格的拼贴设计啊，高达114间教室的设计啊，与伊斯兰教遵循的可兰经章数相同，你从中呢便能够感受到当时这个设计者的用心啊。波伊卡扬广场上呢，围绕许多的建筑群，其中包含了卡扬宣礼塔、卡扬清真寺、米尔阿拉伯神学院等等。根据历史记载显示啊，有看到吗？卡扬宣礼塔建于西元919年，当时深受伊朗文化的影响哦，因此建筑的风格有浓厚的波斯味。但当时的工匠啊，不了解啊，这块地质较于松软的这个特性，因而造成了这个宣礼塔倒塌了。那西元1127年呢，才再一次的重建了起来啊，将地基的土壤混合了什么粘稠的牛血、骆驼的奶
和蛋黄等等材料啊，借以达到这个防震的效果啊。那卡扬宣礼塔的塔身呢，由14圈不同图案的纹路所组成哦，顶端有16个拱形的小窗，在当时呢，不仅用于提醒信徒们朝拜的时间呢，更像是荒漠中的灯塔，指引着骆驼商旅前进的方向。鉴于1121年的卡扬清真寺曾在成吉思汗掠夺的时候呢，遭到了破坏，直到了15世纪呢，才被重建完成了。当年成吉思汗所派遣的使者与商旅们啊，在经过了西瓦时啊，被杀害。那也因此呢，激怒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一路呢，从西瓦杀到了土耳其，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呢，许多的古迹也在这个时候遭到了这个破坏。那重建后的卡扬清真寺中庭四周的回廊由208根柱子与288个圆顶所构成，这让什么信徒们啊，在祷告的时候会产生回音的效果啊，也借以达到了什么通风的功效。宽敞的中庭的空间更可以同时容纳12000人啊。前面有提到了，当成吉思汗来到布哈拉，它是唯一一座城市没有让他把所有活着的生物全杀掉的。蒙古骑兵的破坏能力啊，举世无双，西征途中啊，凡可能阻挠的啊，马匹奔驰的障碍物啦，一概就把它摧毁啊。但成吉思汗来到了布哈拉的时候，他破例的进城了啊。当成吉思汗经过了卡扬宣礼塔时，镶嵌彩釉瓷砖的宣礼塔在阳光照耀下很美。成吉思汗呢看得出神，忽然一阵风吹落了他的帽子。成吉思汗弯腰捡取帽子的时候呢，微微一笑，他说：“连我都要对他鞠躬。”于是呢，特别的下令保留他。这种亲切轻松的幽默感似乎不是成吉思汗的风格，但是历史啊总是喜欢附会着胜利者，天下皆如此哦。此外，在卡扬清真寺中庭的8条亭子有看到吗？据说这个是为了纪念当时成吉思汗屠杀布哈拉时被斩杀的700名的儿童建造的哦。是乌鲁贝克神学院创建于1417年比这个萨马尔罕的乌鲁贝克神学院早建了3年。它虽然不像萨马尔罕的神学院那样庞大，但其规力则完全一致，建筑比例高雅出众，值得欣赏哦。
现在看到的是利雅比水池区，布哈拉早年时大多利用水池储存水资源，但在苏联的统治时期，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染，因而将所有的这个水源都封闭，唯独剩下的利雅比水池区被保留了下来。雅克王城这座古迹最大的特色呢，便是那个充满设计曲面的城墙。不同于一般印象中的直线方正的城墙，雅克王城的外墙是呈现这个圆弧外扩的这个形状这个独特的外形呢，也使得整座宫殿呢更加的沉着稳固。而城门外的列支斯坦广场是举行各大庆典和当时处决犯人的重要场所。巨大雄伟的雅克王城呢，这座宫殿的历史可以追溯回5世纪左右，是布哈拉城内最古老的建筑物，也是历代布哈拉帝王的起居室与工作场所其中包括了清真寺，然后监狱仓库还有马厩啦、市场啦、医院和药局等，应有尽有哦。
一个国家的帝王和天文学家会有什么关系？1430年，铁木尔帝国的创建者铁木尔之孙乌鲁伯所建被称为乌鲁伯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在1449年被破坏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好的天文台之一，也是中亚最大的天文台。而现在乌鲁伯天文台只留下一座巨大的由大理石制成的6分仪。这个6分仪安装在离地面11米深2米宽的斜坑道部分伸出了这个地面。坑道上面是乌鲁伯天文台博物馆。那乌鲁伯不是名姓而是一个尊号。在突厥语中意思为伟大的统治者。他是乌兹别克族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铁木尔帝国萨马尔罕的帝王。那乌鲁伯极力从帝国各地延揽人才，于1417年在萨马尔罕修建了一座经学院，于1430年投巨资在萨马尔罕创建了乌鲁伯天文台，历时30年，测定了1000多颗恒星和方位，累积了关于恒星和行星运行的大量观测资料哦。高这样还轻吗？天文台。来到了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入它的市集看一看。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古老市集。去中亚时有没有吃到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道地食物那我一定会推荐品尝看看馕饼和手抓饭。要叫他煮给你够买的，都对的，你要多少呢？你买几个了？一个。Kita pakai dua. Jangan berdolar di langsung. Yo, Bang, nombor 他在哪边？上面跑。黏米饼伊这不是黏米饼。我这吧。包菜啊。对。馕饼呢是一种源自于波斯的发酵面饼现今是伊朗、中亚以及南亚和中国西部部分的民族的主食之一要介绍馕饼你就必须从它的特殊制法开始首先呢，我们刚刚有看到先搓揉面粉，并等到它发酵，盖上特殊的印花洞，再放进烤炉中烤制而成。说是烤炉其实是一种源于巴基斯坦的陶土烤炉它叫做坦都，用泥土做成的烤炉在下方放进这个木炭燃烧，最高温可以达到500度 C 并将这个食物迅速烧烤。
保留住食物的水分。乌兹别克首都 Tashkent 哈斯特伊玛目建筑群是 Tashkent 市重要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建筑群中有丰富的这个藏书啊，包括从世界各地收集的3万余份的这个伊斯兰教古文手稿。如今呢，哈斯特伊玛目建筑群呢，以这个悠久的历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啊。乌兹别克首都 Tashkent 意为石头城，中国的唐代将其列为了西域诸国之一。这座中亚历史名城呢，有2500多年的历史哦。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连接着波斯帝国、印度和中国。